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一个俄罗斯小美女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她说为什么你们东大有那么多的苏联粉？她经常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书店里，总看到中国游客驻足翻阅苏联时期的宣传画册。这种现象就让不少他这种俄罗斯年轻人感到困惑啊，为什么这个曾经跟苏联决裂的东方邻国，直到今天仍然对他们隔壁国家的上一个朝代保留着那么复杂的情感？那时候哪儿好了呀？人民没有任何自由，绝大部分人不允许出国，买不到进口商品。22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住在莫斯科的人稍微活得有点人样。你们对上个世纪的这个恶行恶状的大块头邻居，是不是有什么巨大的误解呀？这个问题的答案呢，那肯定要是回到上个世纪人类文明最波澜壮阔的社会实验现场去找啊。1917年诞生的苏维埃政权，用30年时间把沙俄帝国的铁路里程翻了3倍，让识字率从 28% 跃升到了 99%， 还在1957年把人类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太空啊！这些震撼世界的成就，跟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点亮第一盏电灯、鞍山钢铁厂压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的历史记忆是交织在一起的，它构成了2代人共同的精神图腾啊！加加林进入太空的同一年，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竖起第一座核试验塔架。这种跨越国界的科技竞赛背后，是社会主义国家追赶现代化的集体意志啊！当然，历史呢，就是有它的吊诡之处啊。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莫斯科地铁站里头那些精美的马赛克壁画？就在这些壁画最熠熠生辉的时候，还在激情诉说无产阶级理想的时候，他们国营商店的货架上就已经很难找到基本生活物资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爆发的时候，北京西单的个体户已经开始用万元户的招牌宣告东大的改革开放正在稳步向前。这种时空交错的对比，就像是2场平行实验的对照组啊。苏联呢，在指令经济的泥潭里一步一步地耗尽潜力的时候，东大正在安徽小岗村的契约上排着队，一个一个按下红手印呢。西方世界把苏联解体看成是一段历史的终结，可是他们选择性地忘掉了这个国家曾经用5年的时间把钢铁产量从426万吨干到1832万吨，这什么工业奇迹啊！美国学者大卫·克兹写了本书叫《来自上层的革命》，里头不是说了吗？苏联崩溃的本质是官僚集团的背叛，它不是制度的必然。这种复杂的历史真相，像我们东大这种经历过相似转型阵痛期的国家，不是更容易引发共鸣吗？我们既见证过他们援助我们156项工程带来的工业化飞跃，也经历过在改开后 GDP 年增 9.5% 的同时，在电视上看见他们的领导人被克林顿当面嘲笑的羞耻时刻呀！这种镌刻着历史印记的情感能不复杂吗？2个社会主义国家用不同的路径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恰恰证明了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模式。每个真诚的探索都是值得尊重的。你如果去俄罗斯旅游，到东宫博物馆欣赏那幅10月革命油画的时候，你看到的就不单单是一个消逝的红色帝国呀，那是人类突破自身局限的永恒冲动啊！那小美女视频底下，我看到一条网友评论，我觉得说的就非常好。他说苏联是人类文明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失败尝试。那好就好在啊，它既是伟大的，也是失败的，这2方面一点都不冲突。有些人呢否定它的伟大，有些人呢否定它的失败。为什么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人都嘲笑苏联呢？因为人天生就有成王败寇的既定心态嘛。东大为什么苏联粉就相对比较多呢？当然是因为同一个实验，我们动动脑筋改了一下参数，就拿出了另外一个结果呀。